Hello， 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这个系列的第二个影片呢，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频宽，然后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相位余域跟增益余域，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那么重要？今天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我们在上一个影片呢，已经快速介绍了一下什么叫做转移函数。左边这个叫做转移函数啊。然后呢，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在有分子为0的根呢，我们称为叫做0点。然后在分母的根呢，就是让系统变成无穷大的部分，就同样的分母为0的根，就是让我这个数学式变无穷大嘛。那这个频率呢，我们称为叫做极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然后我们在上一个影片也提到了这个极零点的一个特性，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前一个影片对于极零点的基本介绍跟它的特性分析。那我们讲一下相位余域跟增益余域是怎么来的哈？那这个系统呢，在我们画面上这个系统，我们称为叫做一个闭回路系统。那我们闭回路系统包含了我的补偿控制器HEA， 然后也包含我的 PWM module， 因为我要打出 PWM 嘛，假设现在设计是一个 Power Supply， 甚至是一个马达，我这样都是一个同样概念。然后我们现在假设我是一个 Buck Converter， 我不管怎样，会有一个 Power Stage， 会有一个功率级。那功率级呢，它本身也会有一个转移函数。然后呢，左边这个 reference 是我的参考电压，我想要它得到一个稳定的那个结果，这个叫 reference。然后我透过我的输出，会拉一个回收回来，进我的reference 去相减，这叫负回收系统。那整个这样的一个闭回路系统，这样叫做整个一个闭回路系统呢，它的开回路增益就是整个增益实际上就是一个倍率改变嘛，对不对？所以整个开回路增益我们叫 T total 的开回路增益，我们其实就是等于这3个增益把它乘起来，就这么简单。所以整个开回路增益呢，就是这样把它乘起来。那有朋友会问，也蛮多学员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系统是一个闭回路系统？那闭回路为什么只看常常讲开回路增益？为什么只看开回路所以这个影片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简单的解释，让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只看开回路就可以了。好，我们闭回路到底长什么样子呢？这样就是一个典型的数学式。所以我的输出 Vout 其实就是等于我的参考电压，前面上面那个图乘以什么呢？乘以一个标准式叫做1加 Ts 分之 Ts， 就是我们的整个转移函数，事实上就长这样。从我的参考值给予之后，它会一直等于应该说它一直乘以1加 Ts 分之 T， 然后就会等于输出电压。可是我们都知道，一个闭回路系统最终情况下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Vout 等于 reference 吧，因为这样才会等于就是我要的就误差等于0嘛，我要1伏就1伏，要2伏就2伏啊。所以事实上要得到这样的结果呢，就应该要完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当我的 Ts 就是我的那个开回路增益呢，当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左边的式子往右看，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1加无穷大分之无穷大，所以等于什么？等于1，对不对？那当1加 Ts 分之 Ts 等于无穷大，等于1的时候，就1加无穷大分之无穷大等于1嘛。那这个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就是我的输出电压就会逼近于我的参考电压，那我的系统得到控制，我的系统重值就等于我想要的一个目标电压。那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把我的 Ts 趋近于无穷大，就是我开回路增益趋近于无穷大，我的系统呢就会很等于我的系统的输出就会很等于我的命令，我的参考电压。那反过来 Ts 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应该发生的呢？我们同样回到这个数学式来看，回到这个数学式，这个数学式刚刚是 Ts 等于无穷大的时候呢，这个数学式变成1，那 Vout 就等于 Vreference， 很棒。反过来讲，如果等于0，那当然就是没有输出嘛。那我们会最不想看到什么？这个数学式最不想看到是什么呢？变成什么？无穷大。因为当你系统变成无穷大的时候，我的 reference 不管我的参考值是多少，它乘以无穷大都等于无穷大，你的输出就发散了。不管这个发散是往正的跑，往负的跑，都是让系统发散的。所以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就是这个数学式变成无穷大。那也要让它变成无穷大呢，就要变成什么？事实上就是1减掉什么？负1分之负1嘛，就是我的 Ts 变成负1的时候，那1减负1就是0，对不对？0分之任何数，那基本上就是无穷大了。那所以呢，在 Ts 最不应该发生的就是等于负1。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探讨开回路增益就好？因为我只要确保我的开回路增益 Ts 不是负1，
那我的系统就可以进入收敛，然后会稳定。就为什么我们只探讨开回路争议，而不去探讨闭回路争议？因为我事实上只要知道 TS 就可以了就是这样来的。好，同样的，我们就从这个负一开始做延伸。什么叫负一？负一可以延伸2个事情。首先，争议我的倍率等于1，等于1就是什么？0 dB， 在我们波德图0 dB 就是1嘛，对吧？什么叫负？负就是180度，相反嘛，相反。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这个系统呢要这个不能发生在180度跟0 dB 的地方，因为0 dB 180度就是负1的意思，就是这个负1的意思。那要让整个系统呢一次性的发散呢，事实上就是一定要达到这个条件，负1是0 dB 180度，只要这2个只达成1个，那这个系统就算瞬间的一个震荡，它也会很快的收敛，因为它不是持续性的发散，它只是震荡，并不是发散。所以呢，我们就会定义出2个参数了，一个叫什么？当我系统在0 dB 的时候，我就是0 dB因为一定会经过嘛。好，经过0 dB 的时候呢，我不能180所以当它发生0 dB 的时候，它会去看这个系统距离180度有多远这个叫做 phase margin， 就是相位余域的这个词就这样来的，上面这个词就这样来的。那反过来说，我现在发生180度啦，我系统已经掉到180度了，那我的系统不能发生0 dB因为180度一定会发生。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看什么 gain margin， 就所谓的相位余域，就是所以反过来说，都是为了做一件事情，不能发生180度跟0 dB 同时发生。那既然不能同时发生，当它各自发生的时候，去看一个去看相位，一个去看角度，来看它的余域多大，来让这系统稳定。好，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为什么相位余域跟争议余域那么重要，因为我不能发生TS 等于负1的状况。接着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实际例子跟大家来看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呢，这个蓝色的我们看一下蓝色线，蓝色这条线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系统的开回路争议图。那它经过0 dB 的地方大概是 9K 9K 对应下来，那180度在这个位置，你可能觉得，为什么是0 dB？ 为什么是0度呢？0度指的是这个系统的0度没错，但是因为我是负微缩系统，呢0度它代表就是180度，因为它会减一个负号，所以它其实这个点就是180度。所以當我的系统发生0 dB 的时候，往下对下来，距离180度有多远？这个地方就叫做什么 phase margin， 俗称的P dot M dot 然后呢，反过来说，我系统发生180度啦，这是180度嘛，对应上去，现在点起来这个地方叫0 dB， 所以呢，距离0 dB 有多远？我们称为叫做什么 gain margin， 就这样来的，因为只有这2个 margin 绝对足够的时候，系统就不会发散了。一般我们 phase margin 是强迫一定要大于等于45度这是必须的。然后呢，我们的 gain margin 呢会是希望大于大概至少10 dB， 当然这个东西是还好，因为有些2 dB 也可以，3 dB 也可以的。我们只是说，如果让系统真的不会看到任何震荡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是10 dB， 大概是这样子。那有相位余域的争议余域的，那频宽是什么？同时，事实上，你在经过0 dB 的这个地方，0 dB 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 FC， 或有人说 FX， 就 cross factor，cross frequency，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交易频率，就所谓的频宽所以这个 PowerPoint 呢，已经跟大家解释了3个东西了频宽、相位余域跟争议余域，这3个是怎么从我们的图去看得到。那我在未来的影片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在设计的时候会尽量让我的过我的频宽点的这个争议衰减量呢，斜率是负20 dB， 然后后面一点呢，我们是希望它以负40 dB 的速度往下降这个地方是有原因的。还有一个，我们在选择频宽的时候最高情况下，我们是通常是不应该超过类比系统频率的1/10。然后如果是数位系统呢，我们希望它不要超过1/20，这也是有原因的。这个我们在数位的部分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所以这一个简单影片呢，是大家理解一些很重要的概念，然后应该限制在哪些地方，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后面的影片呢，也大家可以去期待或是分享给大家更多的概念，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帮我分享给朋友看一看。OK， 谢谢大家观赏，谢谢。